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乐华娱乐的生死命门，王一博续约与股权激励背后的资本逻辑全解析。2026年3月27日，乐华娱乐正式官宣与王一博完成续约。这一消息在当日尾盘引发股价急速拉升，收盘报 2.04 港元，涨幅 2.51%。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价走势，因为一纸一人续约公告而出现如此直接的正向反应，这在港股市场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却在乐华娱乐身上一再成为现实。这个现象本身已经足以说明一切。王一博与乐华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艺人与经纪公司，而是演变为一种深度的商业共生结构，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绑定。要理解这场续约的真实分量，必须先回到2014年10月。那一年，年仅17岁的王一博以 UNIQ 组合成员身份与乐华娱乐正式签约，开始了他在这家公司旗下漫长而曲折的艺人生涯。彼时的他知名度极为有限，组合的发展也并不顺遂，大量的曝光机会来自《天天向上》等综艺节目的主持工作，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演艺突破。这段时期，他在乐华的营收贡献可以忽略不计，更多时候是作为公司培育资产而存在，耐心地等待一个能够改变命运走向的时机。那个时机在2019年到来，并以一种无法被预料的方式彻底重塑了王一博与乐华之间的权力格局。陈情令的播出，让他所饰演的蓝忘机一角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热潮，他的名字迅速从圈内人才开始熟悉的面孔，变成了大众文化语境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与此同时，这就是街舞第3季的冠军头衔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年轻受众群体中的影响力，多个维度的破圈效应叠加，使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潜力艺人到顶流明星的跃迁。这一年，王一博为乐华娱乐带来的营收贡献占比为 16.8%， 这是一个起点，但也是一个方向。此后这个数字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持续攀升，2020年达到 36.7%， 2021年进至 49.5%， 2022年前3季度已高达 58.8%。 到2024年，他个人创造的营收达到 4.59 亿元，在乐华当年 7.65 亿元的总营收中占比超过60%。这组数字所揭示的是一种在商业逻辑上极为危险的结构性失衡。乐华娱乐目前签约艺人总数达62名，另有51名训练生参与公司的练习生培育计划，旗下不乏宣仪、朱正廷、黄明昊、唐九洲等具有一定市场认知度的艺人。然而，在一个拥有如此体量签约艺人池的经纪公司里，单一艺人能够长期贡献超过总营收半数以上的收入，这在整个行业中都属于极端案例。艾媒咨询 CEO 张毅曾对此直言不讳。从财务数据来看，公司对单一艺人收入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这个风险非常大。这不是一个需要特别专业的财务背景才能看懂的判断，任何具备基本商业常识的市场参与者都能从这组数据中读出同样的结论。乐华娱乐头部艺人依赖症的真实代价，在2025年已经以一种相当惨烈的方式得到了验证。当年，乐华在财务报告中首次隐去了王一博的具体营收贡献数据，这一看似平常的信息披露口径调整，却在市场上引发了强烈的联想与担忧。随后，王一博不续约的传闻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扩散，乐华股价的反应几乎是及时的，单日暴跌 9.48%， 此后连续4个交易日下行，
短期内市值蒸发超过 3.8 亿港元。一个尚未经过任何官方渠道证实的传言，便能对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造成如此规模的损伤，这本身就说明市场对月华业务前景的判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简化为对王一博去留问题的单一压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3月25日月华董事会披露的股权激励方案才显现出其真正的战略意图。公告显示，月华建议有条件向王一博售出1250万个受限制股份单位，认购价每股仅 0.01 亿港元，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约 1.51%。按公告前后的股价水平计算，这批股份的总市值约为2450万港元。公告的措辞明确将这一安排定性为认可及奖励其对集团业务做出的卓越贡献，寻求维持与王一博的长期合作，并进一步表示，董事会认为挽留王一博带来的长期稳定性及可持续表现超过对少数股东的最小摊薄影响，更好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这段措辞在商业语境中的含义相当直白，王一博对于月华的价值已经高到让公司董事会愿意以股权稀释为代价来换取其留任的程度。然而，当市场和舆论开始仔细拆解这份股权激励的具体条款时，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首先是归属机制的设计，1250万股份需经过4年的归属期方可完整兑现，每年仅解锁 25%。这意味着王一博必须在月华再持续合作整整4年，才能拿到全部股份。这一设计在结构上实际等同于要求他在续约的同时再绑定一个4年的锁定期，合约期与股份归属期高度重叠，形成了一道相互强化的约束机制。其次是失效条款的严苛程度，若王一博出现解约、严重违约或不再以月华签约艺人身份履约等情形，未归属的股份将自动失效，此前积累的未解锁部分将被悉数收回。这一条款将合约违约的代价从单纯的法律层面延伸至了财务层面，使得主动离开的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份激励的实际价值提出了质疑。按当前股价 1.96 港元计算，1250万股的总市值约为2450万港元，这个数字与王一博个人的商业体量相比，显得相当有限。据业内估算，仅相当于他单次顶级代言的报酬水平。更值得关注的是，月华股价已从上市以来的历史高点下跌了约 78%， 这意味着这批股份的实际市场价值相比公司鼎盛时期已大幅缩水。用一份处于持续贬值通道中的股权来绑定一位每年为公司创造近5亿营收的核心艺人，这一安排在不少观察者眼中更像是贬值资产捆绑，而非真正对等的价值交换。粉丝群体对这份续约安排的消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这种直观的价值落差感。从王一博个人发展轨迹的视角来审视这次续约，则会呈现出另一层复杂性。2022年首次续约之后，他在商业生态的建构上已经进行了相当系统化的独立布局，个人工作室的成立与日益独立的运营模式，与国际顶级经纪公司 CAA 的战略合作，覆盖全品类的个人商标注册体系，以及由他主导制作的纪录片《探索心境》所展现出的内容创作自主权。这些举措所拼凑出的图景，是一位已经具备相当独立运营能力的顶流艺人，在持续试探自身与经纪公司之间边界的过程。续约当天，他将微博昵称更改为王一博 YIBO， 去掉了沿用多年的 UNIQ 前缀，认证信息中 UNIQ 组合成员的身份标签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纪录片《探索心境》作为新增代表作。这一系列账号层面的调整，在粉丝和行业观察者看来，
不只是一次普通的个人形象更新，而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次公开宣示。值得特别关注的是，3月25日月华披露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告中，将王一博的身份表述为服务供应商，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签约艺人。这一措辞的选择在法律层面具有实质性的含义。签约艺人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关系框架，通常意味着艺人在演艺活动的安排上高度依赖经纪公司的统筹主导，而服务供应商的定位则将双方关系重新架构为一种更接近平等的合作供需模式。王一博的工作室以独立服务提供方的身份与乐华开展合作，在项目选择、商务谈判、宣发策略等核心环节拥有更大的自主决策空间。这种合作模式的重新定义，与乐华公告中所强调的寻求维持长期合作相呼应，共同指向一种有别于传统经纪合约的新型艺人公司关系形态，股东身份加合作伙伴关系的双轨并行模式。当然，这种模式的实际运作效果仍然有待时间验证。公告明确指出，4年分期解锁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王一博未来数年的演艺自主权将受到实质性约束。无论合作框架如何升级，只要股份归属期的约束机制存在，他在做出重大职业决策时都必须将这一财务变量纳入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股权激励所构建的是一个双向绑定的利益结构。乐华以股权锁定了核心资产的流失风险，而王一博则在获得话语权提升的同时，也接受了一套新的约束框架。从行业层面来看，乐华此次的操作并非孤立。时代峰峻、嘉行传媒等内娱头部经纪公司近年来也在探索以股权加合作为核心的艺人绑定模式，试图在顶流艺人独立意识日益强烈的市场环境下，找到一种既能留住核心资产，又能维持合作弹性的制度解决方案。乐华的这次尝试，无论最终成效如何，都将成为行业内其他公司观察和参考的重要样本。就目前的局面而言，这步棋对乐华的短期意义是清晰且正向的。他为公司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窗口，去推进多元化业务布局，孵化新生代艺人，减少对单一艺人的过度依赖。而对王一博来说，这场续约是否真正实现了他所期待的自主权提升，最终仍将由接下来4年的实际合作生态来给出答案。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